这是韩国2022年万众期待的电影，集穿越、武侠、科幻于一体。它向我们展示了豪掷400亿韩元打造出的特效到底如何。除此之外，中国元素随处可见。至于借鉴水平怎么样，看完你就知道了。话不多说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韩国最新科幻动作片《外星家人》。故事的设定很有意思，外星人将他们的罪犯投放在地球不同时间段，罪犯困在人体中，一旦宿主死亡，罪犯也将跟着消亡。正因如此，罪犯总想逃离人类的身体。1380年，高丽末期，一个中了箭的女人正悬浮于半空，追击她的面具人准备最后一击，但保护女人的能量让普通武器无法近身。突然，夜空破了一个大洞，一辆越野车穿越而来，车上变出一个智能机器人，它叫森德，是一种程序，可以变成任何物体。越野车只是它的形态之一。森德扫描后发现，囚禁在女人身体里的外星罪犯已经潜逃，连忙呼叫主人卡特。只见一个神似钢铁侠的人从车上下来，他是罪犯管理者卡特，负责抓捕和清理逃跑的外星罪犯。在森德的指引下，卡特很快发现罪犯的踪迹，随即朝着茅草屋方向发动攻击。罪犯眼看不是对手，转头又躲进女人体内，并且操控她冲向卡特。然而罪犯还是被卡特抽离了出来。女人临死前拜托他照顾自己的女儿，但卡特作为外星人并不想插手人类的事。抓捕任务完成后，卡特和森德回到2012年。晚上，卡特听到外面传来婴儿的哭声，打开车门一看，那个高丽女人的孩子居然被森德偷偷带了回来。看着愤怒的卡特，森德只好解释，带他回来只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类。事已至此，卡特只好留下女婴，取名伊安。由于运送下一波罪犯的飞船还要10年8个月才能抵达，因此他和森德需要一直待在这里。这段时间，卡特便以父亲的身份抚养伊安。转眼10年过去，伊安总觉得自己父亲是个外星人，为此不止一次报警，声称自己是被父亲抓来的。尽管偷偷拍到证据，但早被卡特提前销毁，所以警察并不相信伊安说的话。伊安从大嘴巴森德口中得知，父亲要把罪犯投放到一家医院，于是偷偷来到这里。没过多久，医院上空凝聚一朵巨大的云团，从飞船投放下来的金属块越变越大，最后变成一个茧状物，里面金光闪闪，非常绚烂。下一秒，无数只触手伸了出来，医院里的人瞬间无法动弹。触手进入人体后，意味着外星罪犯成功困在人体内。手臂受伤的警察阿文也不小心中招，见卡特赶来收尾，躲过一劫的伊万吓得连忙逃跑。投放完成后，人类恢复意识，但他们已经忘记刚才发生的事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们将与体内的外星生物共存，直到死去。第二天，卡特让森德变成自己的样子去接伊万回家。当被问到他们对医院的人都做了什么时，森德说出了卡特的真正身份。好在伊万早就做好心理准备。这天，在医院投放的罪犯中，竟有一个开始觉醒，正是警察阿文身体里的那个。由于罪犯的作用，阿文的听觉变得异常敏锐，竟能听到律师和毒贩的对话，得知还有一包毒品被他们藏了起来。阿文没有上报警局，私自行动，将毒贩暴力斩杀。与此同时，一艘外星飞船正驶向地球。原来阿文身体里的外星罪犯大有来头，外号设计师，是所有外星罪犯的首领，飞船就是来找他的。时间线回到高丽时代，吴乐是个半吊子道士，平时总爱给村口的大爷大妈们炫技。他吹嘘自己有金刚不坏之身，大妈一听毫不手软，一刀扎进大腿，还好没有露馅儿。听闻村里有人遭了贼，吴乐伸张正义，对付2个小毛贼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儿。不料半路杀出2个同行，上来就把吴乐原地炸飞。同行敲响手中的锣，贼人立马捂住耳朵，倒在地上痛苦哀嚎。吴乐抓住机会展开反攻，他从扇子里召唤出2只喵星人，化作人形后和吴乐团体作战，最终成功打败同行。吴乐以赚取赏金为生。这天，他来到发布任务的地方，寻找神剑的告示，成功引起吴乐的注意。他找到正在吞大牢的万事通，以牢房钥匙作为交换，打探到了更多情报。前不久，渔夫在黄龙山江边捡到一把宝剑，本想抠下上面的宝石卖钱，不料铁匠在用锤子砸时，宝剑意外击中一旁的瘸子。
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瘸子竟然不用拐棍就站了起来。神奇一幕，说明这把神剑绝非人间之物。后来神剑被黄陵县令重金买走，吴乐打听到县令在一家名为碧兰亭的客栈，连忙动身。途中还遇到一个身穿西装的现代人，行踪十分诡异。让吴乐没想到的是，县令也是法术高超的道士，轻轻一碰，他被点穴，一动也不能动。县令在客栈2楼见到了一个神秘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吴乐在街上遇到的西装男。杀人鬼无名，声称知道神剑的来历，诱骗县令和他见面，实则是要抢夺神剑。等县令察觉到了异常，已经来不及。临死前，他将神剑扔了出去，没等无名拿到，被刚越狱的万事通钻了空子。为抢夺神剑，3人在街上你追我赶，吴乐轻功了得，在屋顶荡来荡去。可惜无名技高一筹，伸出的触手轻轻松松抓住吴乐。趁2人纠缠时，万事通拿着神剑先跑为敬，无名立刻追了上去。吴乐本想拦住，结果被抱走的无名海扁一顿，拳拳到肉，最后整个人都被打进墙里，直到天黑才被2只猫发现。醒来后，他们在江里发现一个造型奇特的东西，虽然我们一眼看出是个飞船，可作为古代人，他们哪里能有这个觉悟，看得一脑门问号。碧兰亭客栈内，号称黑蛇和青云的2个神仙为寻找神剑来到这里。这出场方式莫不是偷了哈利波特的隐身斗篷？女神仙黑蛇看着案发现场，判定是妖怪所为。2人找到专门斩妖除魔的密本一族，也就是面具人的组织，首领自藏和尚也在寻找神剑下落，双方决定强强联合。神仙用符纸和无敌放大镜换来几个面具人手下。得知神剑被万事通卖给富商崔员外后，几人随即赶到他生活的小镇。今天是崔员外之女出嫁的日子，吴乐这边他拿着无名的画像四处寻找，最终找到他隐匿的茅草屋。然而他们并没有见到无名，而是看到署名自藏的小纸条，是他让无名去碧兰亭取剑的。很快吴乐也查到了线索，途中拦截新郎，替他参加了崔员外家举行的婚礼。洞房花烛夜，吴乐总觉得和新娘在哪里见过，可没等他想起来，就从新娘身上摸出一把手枪，显然是个现代人，而真正的新娘早就被他绑在了柴房。喝完新娘倒的酒，吴乐以上厕所为由潜入崔员外家的宝库，谁知刚进来就浑身冒汗，双腿发软，莫不是喝了软筋散。新娘也来到这里找神剑，没等2人得手，神仙驾到，面具人立刻设下结界，黑蛇吹了一首催眠曲，好让崔员外将神剑双手奉上。这时吴乐和新娘都摊牌了，2个都是假的。新娘告诉他，神剑是他的，绝不会让其他人抢走。新娘是有点子功夫在身上的，轻松干掉了面具人。最后一个想偷袭，拿起弓箭从房顶一跃而下，可这些在手枪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从没见过手枪的2位神仙以为新娘能发射天雷，不敢轻举妄动。新娘顺利拿到神剑，不料神仙隐身后开始抢夺。青云不小心摸到神剑，手被划伤，黑蛇手臂也被子弹击中。这就是韩国神仙的实力吗？谁知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新娘刚拿着神剑出门，就被自藏打晕。她拿走神剑时，手上无意间露出一块手表，看来也是个现代人。时间再次回到2022年，飞船抵达城市，盘旋于警察大楼上空。察觉出不对劲的卡特让森德立马变换成飞船形态飞了过去，是不是很眼熟？吴乐看到的飞船就是森德。担心人类警察帮倒忙，卡特干脆收缴了他们的枪。坐在车上的伊安偷偷拿走一把黑色小手枪，是不是也很眼熟？警局中，阿文看到从飞船里下来的红色机器人，吓得连忙躲进电梯。不料机器人轻轻一拨，打开了电梯门。阿文连开几枪，可惜没用。关键时刻，卡特从天而降，随即和机器人打作一团。一开始卡特还处于上风，直到机器人射出无数激光，大楼被击穿，任何铜墙铁壁在激光面前都如此不堪一击。打斗过程中，机器人成功抢走卡特身体里的神剑，随后伸出触手将卡特牢牢抓住，再狠狠打入20层楼高的电梯井。好在血后，卡特没过多久便在废墟中站了起来。阿文这边趁2大高手交锋时，开着警车逃了出来，但机器人发现他的踪迹，很快追赶过来，
躲进地下停车场。阿文终于松一口气，以为自己安全了。就在这时，机器人传来信号，他要释放设计师，让所有罪犯集体越狱。话音刚落，机器人的飞船以不可阻挡之势开进停车场。之后，不管阿文逃到哪里，飞船就跟到哪里。卡特和森德向外星飞船发动攻击，尽管飞船被击落一次，但这并不足以打败他。幸运的是，卡特在森德的帮助下成功发现对方弱点，只要击中飞船上面放出射线的红点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防止祸及人类，卡特将飞船引到城市之外。想不到的是，红点居然未移动。最后不仅没能击中红点，反而森德被对方攻击飞了出去。这回卡特伤得不轻，血槽只剩1/10，森德正拼尽全力帮他恢复。阿文这边仍在生死时速的逃亡，但在绝对力量压制下，最终无路可逃。当机器人将神剑刺向阿文身体里的一瞬间，体内的设计师被成功唤醒，他从阿文的身体里逃了出来，露出原形，然后走进飞船内部。森德趁卡特休养时偷偷进入飞船中，只见设计师轻轻挥手，无数红色气球状的物体从光幕中飘了出来，里面装着的是一种名为哈弗的气体，来自外星人生存的星球，只要释放哈弗就能唤醒所有罪犯。然而这种气体对人类却是致命的，设计师不仅想让所有罪犯越狱，也想毁灭全人类，占领地球。为了拯救人类，卡特来不及完全复原，开始与设计师决斗。设计师被打出飞船的一瞬间带出2个球体，由于外星人不能在地球空气中暴露太长时间，设计师再次回到阿文体内。森德成功回收一个球体，但另一只还是被设计师用触手引爆。很快，红色气体在整个城市弥漫，有人痛苦死去，有人开始疯狂逃亡。伊安为了救别人，不小心落在最后。在气体迎面扑来的最后一刻，森德找到他，让他坐车离开。卡特拼尽全力，终于将飞船中剩下的球体成功关进光幕之中。身后的红雾笼罩了一切，也成了伊万无法忘记的梦魇。时间再次回到高丽末年，被自藏打晕的新娘从噩梦中惊醒，死去的人类，爆炸的哈弗，这些场景始终历历在目。看到这里，大家应该懂了，新娘正是长大后的伊安。伊安被自藏带回密本大本营，还用结界困住他。从自藏口中得知，10年前他们穿越到了这里，要想回到未来，除了神剑，还要唤醒在江里休眠的飞船，也就是森德。现在已知无名自藏都是外星人，设计师其实也穿越了过来，但过去10年从未现身。无名原以为他在皇陵县令体内，结果神剑插进去完全没反应。自藏曾查看过县令写的档案，知道有4个高丽人。看到他们穿越时的情景，县令、青云、黑蛇和万事通，他们都曾接触神剑。从结果来看，设计师并不在他们身体里。吴乐这边未拿到神剑，他伪装成自藏手下，打入密本内部。神剑正放在大堂中央的盒子里。吴乐命令来给伊安送饭。伊安告诉他，自己和神剑都是来自630年后的未来。吴乐相当震惊，但不管伊安怎么说，他都不放弃寻找神剑。只是伊万没想到，自藏居然在饭菜里下毒。同样中招的还有青云和黑蛇，两人赶紧运功逼毒，可惜毒性太强，只能任由身体渐渐麻痹。在2只猫的帮助下，吴乐顺利滑降到大堂中央。和青云、黑蛇6目相对的一瞬间，气氛有点尴尬。神仙拜托吴乐去拿包里的解药，起初吴乐并不想插手，听说伊安也中了同一种毒，他立刻拿走几颗解药准备救人，剩下的被他顺手一扔丢在桌上。神仙表示很崩溃。离开时，吴乐遭遇面具人的阻拦，好在法宝多，手里的宝扇威力堪比铁扇公主的芭蕉扇，吴乐轻轻一扇，面具人就被扇飞数米远。这么大阵仗，想不吵醒自藏都难。明明和伊安只剩几步距离，自藏还是来了。要不是2只猫靠谱，吴乐怕是要领盒饭。刚才鸡飞狗跳一顿折腾，让大堂起了火，留给2位神仙的时间可不多了。黑蛇急中生智，深吸一口气，将解药吸到嘴边，你一半我一半，2人成功解毒。吴乐好不容易躲避追杀，但为了救伊安，他还是折返了回去。好消息是，吴乐成功帮伊安解了毒。坏消息是，下一秒他就被自藏穿心而亡，才拿到手还没捂热的神剑也被抢了去。
自藏下令，女的土埋，男的沉江。现在自藏和无名已经查到森德下落，只要带着神剑赶过去，就能回到2022年。原来自藏和无名体内的囚犯就是被当时的红色烟雾唤醒的，他们本想帮助设计师释放飞船里更多的哈弗，结果却穿越到了高丽时代。为什么会这样，咱们后面再说。森德告诉伊万，神剑不仅能唤醒囚犯，还能移动时间，时间并不是在流逝，而是同时存在的。为了把伊安送到安全地带，卡特故意说狠话，你的母亲是我杀死的，之所以把你养大，只是为了更好的混入人类社会。伊安知道他是故意的，但还是同意离开。直到从森德口中得知卡特战胜外星罪犯的概率不到1%，伊安改变了主意，要回到卡特身边。他告诉森德，这就是人类的感情啊，虽然很危险，但为了父亲，他必须回去。伊万的话成功说服森德。外星人这边，他们已经进入飞船内部，开启的光幕中再次出现无数红色球体，以1敌3，以卡特现在的实力当然打不过。不过山人自有妙计，他将神剑扔出飞船，此时森德也已经赶到，只要将神剑刺进飞船最薄弱的红点位置，一切大功告成。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森德纵身一跃，就快要刺中的时候，外星人出现，将森德狠狠打倒，神剑也掉在了地上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伊万灵机一动，既然打不过，不如把这些外星人困在过去。于是卡特打开时空隧道，将缠在车上的3个外星人全部送到高丽年代。而划破长空的场景恰好被山上的4人看到，准确说其实是5个。这个小朋友没猜错的话，正是年幼的吴乐。只是县令为了保护自己仅有的徒弟，没有把小吴乐写进档案。送完罪犯，卡特本想返回2022年，阻止哈弗继续蔓延，却被设计师缠住，无法脱身。纠缠中，卡特还断了一条手臂。伊万赶紧朝设计师开枪，没想到设计师的触角却将汽车推入江中。伊万试图拿到神剑，但最后还是眼睁睁看着他沉入江底。糟糕的是，森德也从汽车形态变成飞船，陷入休眠状态。阿文受了枪伤，即将死去，设计师必须立刻寻找新的宿主。在江边玩耍的小吴乐发现伊万昏迷在江边，连忙将他带到岸上，甚至热心下水帮伊万寻找神剑。最后剑没找到，找到了装有手枪和子弹的书包。在水下，小吴乐与10年后的自己相遇了。被触手刺穿身体的吴乐安然无恙从水底下醒来，看来他的身体里也藏着什么。吴乐终于想起小时候发生的事，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去救被埋的伊万。不过伊万此刻不仅完成自救，还用枪打碎自藏的面具，拿走了神剑。自藏和无名当然不会善罢甘休，恢复战力的青云和黑蛇也加入战斗，一首催眠曲免费送上，可惜对自藏完全没用。看见2楼的伊万，无名破窗而入，伊万一个滑跪轻松躲过，顺手还给了2枪，但神剑还是被无名抢走。神仙这边催眠曲不行，定身符倒是有用，就是这手法看起来妥妥一眉道长的味道。2人利用无敌放大镜将迷你泡菜缸放大无数倍，直接把自藏盖了进去，最后符纸贴一圈，还不把你封印的死死的。这边伊万还在和无名极限拉扯，为了速战速决，外星人竟冒险离开宿主。眼看伊万被对方用触角完全克制，吴乐虽迟但到，虽然出场方式很酷炫，可外星人的激光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吴乐也招架不住，被打晕过去。伊万朝着宿主开枪，但外面还有一层保护罩，完全打不穿。黑蛇利用无敌放大镜轻松拿捏外星人，场面堪比如来神掌。但他不知道外星人会发射激光，差点烫穿手心。吴乐终于醒来，和外星人的交战中，成功将他发射激光的手臂砍掉。失去强大辅助的外星人瞬间战力变渣。与此同时，打辅助的黑蛇和伊万也让子弹变成炮弹，击碎宿主的防护罩，让他狠狠从半空摔下。想不到的是，自藏却冲破封印，外星人也剥离了宿主。看这发型，貌似比刚才那个还要厉害。伊万利用神剑将他一路引到船上，当看到船上空空如也，外星人这才意识到中计。伊万则利用水上的浮木成功离开。吴乐这边，外星人没有及时回到宿主体内，彻底灰飞烟灭。
就在这时，吴乐恢复了更多的记忆。他想起当初从江边救起伊万后，两人晚上在竹林里烤火，听到附近传来动静后，小吴乐独自前去查看，结果遇到了设计师。阿文的身体扛不住了，他必须寻找新的宿主。没错，过去10年，设计师一直在吴乐身体里，只是还没有被唤醒。那晚之后，吴乐的记忆也都被消除了。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。之后在吴乐身上还会发生什么，只有等到第2部上映才知道啦。不得不说，影片内容无比繁杂，当2条时间线没有产生交集时，看的人一脸问号，就像同时在看科幻和武侠2部电影，怪力乱神的混搭故事，特别像90年代的港片，但很多情节和打斗过于拖沓，不如当年港片干净利落。不过道士大战外星人以及将外星人囚禁在时间中，这些设定都挺有脑洞的。武侠部分能看出来确实借鉴了不少中国元素，甚至连文字都是汉字，只是妆造略显粗糙，看起来很像小成本网络电影，可能400亿全砸在特效上了吧。看完这部电影，最大的感慨就是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。韩国科幻片都能联动中国武侠，咱们仙侠剧里的各路上神怎么就不能在灾难片里打僵尸了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